我们的太阳系是一个在宇宙中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诞生了生命。太阳系一共有8颗行星，诞生生命的是它的第3颗行星，叫做地球。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把生命的出现单纯看成是一颗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因为诞生生命的星球需要其他星球的支持和配合。因此，我们可以修改一种说法，这就是生命不仅仅是诞生在地球上，更应该是诞生在太阳系里。我们的太阳系非常的完美，这种教科书式的完美很可能就是诞生生命的重要条件。太阳系一共有8颗行星，这8颗行星的分布非常的严谨而有秩序。其中4颗大的是气体行星，另外还有4颗小的，它们都是岩石行星。它们的名字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有趣的是，4颗大的气体行星都分布在外围，而4颗小的则都在里面。它们相互没有交叉，也没有大小混合排列，甚至每个星球的轨道都是非常的均匀。其中离太阳近的4颗行星几乎都是平均距离，大约每隔5000万公里排列一颗星球。而外围的大行星们也是按照很规律的间隔排列，井井有条。我们的太阳系是一个紧凑、和谐、充满秩序的行星阵列。一个和谐的行星系统对生命的诞生是锦上添花，还是必不可少，现在还很难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生命在地球上诞生的条件是会受到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而这些不利影响实际上已经被我们这个行星系统最大可能的减少了。生命就是在这里，从杂乱无章的尘埃中诞生。可以说，这些行星在最近的距离见证了生命演化的这一伟大事件的全过程，或者说间接地参与了这个过程。那么这些45亿年以来一直陪伴着地球的邻居，当地球已经天翻地覆地发生了变化之后，他们现在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些邻居当中离地球最近的金星。金星很亮，它的亮度明显超过满天的繁星。而且这颗星与众不同，它永远只在地平线很低的地方出现。在东方出现的时候，它是在太阳升起之前；而在西方出现的时候，是在太阳落山之后。于是金星给人们强烈的印象，它似乎控制着天地之间的黑暗和光明的轮转。为什么金星恰恰只在地平线附近出现，并且又如此明亮呢？因为金星离太阳近，在轨道上，金星是太阳系第2颗行星，离太阳比地球近5000万公里。从地球上看，它几乎一直追随着太阳。在白天，因为阳光过强，金星是看不见的，只有在太阳光被地球遮挡的时候，人们才能看到它。而这个时候只能是早晨
或者傍晚，而且也只能在地平线附近。不过，由于一方面它离太阳非常近，得到太阳光照十分强烈，同时它又是除了月球以外离地球最近的天体，因此金星一旦出现就特别的明亮。对于金星，东西方的感受观念是不同的。在西方罗马神话中，金星被称作维纳斯，是爱神、美神。他们认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就应该是最美的。但是在中国，这颗最受瞩目的星，没有被当作美的化身，它成为道教的重要人物象征，叫太白金星。道教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主张阴阳互补、和谐共生，无为而治，天地逍遥。可以说，道家学说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有想象力和最浪漫的元素。中国最著名的浪漫诗人李白，恰恰是根据太白金星起的名字。传说李白母亲就是梦到了太白金星而生下了他，所以就起了李太白这个名字。而李白充满了道家思想的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把传承在神秘精神领域的浪漫扩大和折射到了更为广大的民间社会，为中国的精神文化历史上透射出了一缕罕见的自由奔放的气质。金星是一颗和地球非常相似的行星。首先在外形上，金星的半径是6052千米，只比地球小300多千米。体积是地球的0.88，质量是地球的4/5，略小于地球。正是因为金星的尺寸和地球太像了，人类对它非常的期待，因为在理论上，金星完全有着和地球一样向生命演化的条件。然而，对金星的考察非常困难。作为一颗离地球最近的行星，它的真实面貌居然一直很难看到。地球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从天空看一目了然，最多只是漂浮着一些水蒸气形成的云。而金星则完全被封闭在极厚的云层中。从太空看金星，什么也看不见。在没有看到金星的内部情况时，人们曾经猜测，金星很可能是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的星球。这种神秘感一直保持到人们用航天器抵达金星，并且运用多种技术穿透了它的云层之前。大约50年来，人类不断地用探测器探访这个星球，一共发射了40次左右的飞行器，携带着人类最先进的各种类型的用于穿透云层的仪器。对金星考察得到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因为它不仅没有文明，而且几乎把人们想象中一个星球上所能出现的最坏的可能都表现了出来。考察的结果是，金星上的地貌和地球很相似，有山脉、平原、峡谷，规律丝毫不起作用。金星上也有高大的山脉，其中最高的一座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这个麦克斯韦山脉最高的山峰海拔达到11000米，
超过珠穆朗玛峰2000多米。但是，就在金星这座高山上，温度也只比地平面低了6%左右。测量显示，金星地平面温度是470度，而这个1万多米的高山上至少也有430度。可以说，这是太阳系里最高的火焰山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在金星地表所能达到的极限高度上，温度虽然没有降低，却有很多的云。一般来说，只有低于0度以下才能出现云，地球上的云都是低温的产物。然而在金星，它也有云，但这些云并不是低温的产物，它们是高温的硫酸。就是说，金星上即便是1万米高空奔腾的云，也是火热的。这是宇宙奇观，几乎像热粥一样的硫酸气团在高山上呼啸着掠过，一般的岩石恐怕是千疮百孔了。金星上的山脉都是钢筋铁骨，这些经常被高温硫酸洗涤而依然淡定的岩石，一定是最结实的建筑材料。在高度上，金星的高温是那么的令人绝望。那么，是否在背光的地方，温度会降低一些呢？金星和地球不同，它的自转速度非常慢。地球一天24小时就能自转1周，而金星自转1周要243天。它虽然不会有一个面永远照不着阳光，但肯定有一个长时间背向太阳的区域。如果在地球上，一个面有将近1年的时间无法有效地照射到太阳，那里将会非常的冷。地球的南北极只是给阳光造成了一个斜射的角度，就使得那里的温度比地球的平均气温低了将近100度。北极的平均气温达到零下60多度，而在另一极南极，这里的温度平均能达到零下80多度。那么金星上这200多天根本没有阳光照到的一面，应该比地球的南北极还要缺失阳光。这里是否会出现一个低温周期呢？然而探测的结果证明，金星整个星球的温度十分的平均，对着太阳的一面温度达到摄氏470度，而在背着太阳的一面也达到430多度。也就是说，金星上哪怕是已经缺失了200多天阳光照射的地方，温度几乎不减。在金星上没有太阳的黑夜里，依然热浪滚滚。实际上，太阳对于金星已经只能屈尊成为一个照明灯的作用了。它能改变金星的白天和黑夜，但几乎对这个星球的冷热没有明显影响。可以说，在金星上，温度计是最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它整个星球只有一个温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容器，像是一个完全均衡的热水瓶式保温系统，可以完全屏蔽外界的影响。金星自身的热量储存已经远远大于从外面吸收的热量了，这就是它45亿年以来演化的结果。有人认为，即便现在太阳消失了，地球会立刻变成一个冰球，而金星则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毫无变化。金星为什么会这么热呢？有人认为，
是因为它距离太阳太近了，它比地球离太阳近了5000万公里左右，获得的太阳热辐射太多了。正是这个过多的热辐射，使得金星变得像一个火炉。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实际上，专家们经过对金星大气的分析得知，金星地表上得到的太阳光的照射还不如地球得到的多。对今天的金星，真正控制它温度的不是硫酸云层，而是更厚的包裹着它的二氧化碳。金星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了96%，它的二氧化碳的量是地球的几10万倍。二氧化碳是一种很吝啬的气体，它对于热能只许进，不许出。具体的原理是，二氧化碳可以把太阳光的短波热能接纳进来，但是太阳光在地面转换成的长波热能却无法通过二氧化碳出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温室效应。由于金星的二氧化碳非常多，所以温室效应就达到了极致。金星，一个和地球几乎一样的星球，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二氧化碳，而地球却没有呢？专家认为，金星上这么多的二氧化碳，是因为这个星球的工业废气没有回收。只要星球有地质活动，都会释放出这种气体。如果不回收的话，它们就会越来越多。地球早期也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但是地球可以回收，所以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就始终只是微量的存在。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是因为它有水，二氧化碳这种气体只有水才能吸收它们。二氧化碳可以在水中溶解成碳酸，形成碳酸钙，沉淀形成石灰岩。地球上有大量的石灰岩，这就是二氧化碳固化以后形成的。根据对地球早期的考察，地球曾经也充满了二氧化碳，几乎是今天的几10万倍。如果它们一直存在于地球的大气中，今天地球的表面温度也不会比金星好多少。然而，地球可以通过水置换二氧化碳，把气态的二氧化碳变成固态的岩石，也就是石灰岩。地球上积累着巨大数量的石灰岩，有些地方，这些石灰岩的厚度能达到几千米。中国是石灰岩最多的国家，因为中国的西南部曾经是一个古老的海洋，这里沉积了大量的石灰岩。而这里发生了地球上最大规模的造山运动。印度板块撞击了欧亚大陆，在这个撞击过程称为喀斯特地貌。所有的石灰岩都是，也可以支撑起像恐龙那么庞大的身躯，还让它们奔走如飞。实际上，地球上的生命不仅参与了清除二氧化碳的工程，同时还一举两得地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身体之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生命的累累尸骨和那些美丽的喀斯特地貌一起，为地球创造了蓝天白云。金星没有水，它不能回收它的地质工业的废气二氧化碳，于是这种气体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今天的恶劣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金星就是地球的复制品，但是复制品并不一定能够复制地球的命运。
在宇宙中，行星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或大或小。我们的太阳系里行星的差别就能够达到几百倍。从星球的质量上看，水星的质量是地球的5%，火星是地球的1/10，天王星是地球的14倍，海王星是地球的17倍，土星比地球大95倍，最大的木星则比地球大了318倍。而单单金星这颗星，地球和金星命运的差别就在于，地球有卫星，而金星没有。而这个差别的形成，很可能和它们的轨道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地球的卫星是月球，它的来历有着一个非常难以置信的故事。现在探明，月球上的物质成分和地球非常相似，它们的同位素几乎相同，也就是它们有血缘关系。另外，月球的动态显示着，它一直逐渐地离地球远去，这表明它过去曾经离地球非常的近。现代科学已经计算出，月球曾经是地球的一部分，它是从地球上分离出去的。月球的形成来自于一个惊天动地的撞击。在45亿年前，一个大约相当于火星大小的星球撞击了地球。在这颗星球坠毁在地球上的同时，地球被它弹出了一部分物质。这些物质形成了一个新的天体，这就是月球。不过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碰撞的瞬间，使得地球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侧转能量，让地球获得了快速旋转，从而启动了地球的发电装置。地球的结构就是一个发电机，它的内部是温度很高的带电荷的等离子体，只要旋转，这些等离子就能发电。这个发电吹响了生命诞生的号角，因为地球能否有水，就取决于这个发电的功能。因为发电可以在星球的外部形成一个磁场，而磁场就能屏蔽太阳风，从而保护水资源。太阳其实是一个巨大而且很粗糙，既没有过滤也没有包装的核膜。太阳有一个温度极高的核，核聚变就是在这个核心发生的。在这里，原子核发生碰撞，并产生巨大的核能，而这个核能通过它的锅炉的炉体，源源不断地达到表层，向外辐射。太阳的燃烧当然也有垃圾，不过太阳是有洁癖的，它的垃圾并不留在自己的体内，而是随着它的能量一起随时向外抛射。这种抛射的垃圾叫带电粒子，也叫太阳风。它们远没有太阳光那么温柔，而是到处攻击各种分子，很多脆弱的分子就会被它们破坏，其中就包括水分子。正因为太阳的这种随意乱扔垃圾的坏毛病，就使得宇宙中生命的出现变得步履维艰了。
宇宙中直接支持生命的最重要的物质是水，而水分子是非常简单的分子，仅仅由2个氢和1个氧原子组成。宇宙没有把它建造得很坚固，水分子是比较脆弱的。太阳的带电粒子能轻易地打断它们的链，分解水分子。如果没有防护，在太阳附近，水分子是很难存在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这大概就是宇宙中生命如此缺少的重要原因。因此，一颗生命的星球必须有一个盾牌，才能既靠近太阳获得能量，同时又避免水资源被太阳风破坏。电磁场就是这样一个盾牌，能够让太阳的光和热透过，又能把带电粒子挡在外面。现在看来，电磁场可以说是地球的保护神，它保护着生命最重要的基本存在条件——水。其实金星早期也是有水的，一颗和地球几乎一样条件的天体上，不可能没有水。人们在金星的大气中发现了很多的氘，这是水分子瓦解之后留下的氢的同位素。在金星上发现有大量的氢同位素，表明它过去有过大量的水分子。星球不仅在形成的初期就保存着少量水分子，而且太阳系早期有一个庞大的送水的运输队，大量的水资源就是通过它们输送的，这就是彗星。彗星是一些巨大的冰雪球，来自太阳系边缘的冰库柯伊伯带。早期太阳系里的彗星比今天多得多，它们不停地给各个行星送去冻结的水资源。宇宙并不缺水，宇宙有很多冰库，但宇宙缺少游泳池，那就意味着要把水分子融化在一个星球上形成液态水，这似乎是一个特别难解决的问题。目前为止，人们发现只有地球做到了。从天空掠过的长长的彗发，那都是生命的惊鸿一瞥，因为其中的确蕴含了生命的信息和元素，但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凄然的落幕，因为找不到能够落脚的港湾。水资源以及生命初级元素在太空中的挥霍和浪费，在宇宙中亘古不变地重复着。这个例行公事的飞行送水队，尽管早期地球的表面也非常热，可能一滴水都没有，全部变成了水蒸气。但是地球磁场使得这些石灰岩已经成为美丽的风景。但是在几十亿年前，正是构成这些美丽岩石的气体，曾经是多么惨烈地折磨着地球。是水把它们凝固在这儿，终于完成了一个生命星球的构建。可以说，金星和地球只是因为一个动态的差异，因为地球遭到碰撞产生了磁场，而金星没有，导致它们的演化结果完全不同。而这个动态的获得，也就是碰撞的概率，应该是由于地球和金星的轨道差异，很可能因为地球离太阳比较远得到了机会，而金星离太阳近，太阳的引力会把碰撞的机会更多地干扰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和金星的命运不同，和这2颗星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有着微妙的关系。这表明，在生命星球诞生的过程中，除了所有必须的条件之外，还需要一个运气。
也许，如果碰撞发生在金星而不是在地球，那么今天有生命的星球很可能就是金星而不是地球了。因为碰撞毕竟有着太多的偶然性。生命的诞生，那个不确定的碰撞概率，难道必须用2颗星球来尝试吗？至少在我们太阳系是这样的。现在金星是地球失败的替身，那么这个替身就给我们表现出，如果没有磁场，没有水，它的地貌以及地质运动会和地球有哪些不同。也就是说，宇宙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通过金星的情况来了解一个没有水的地球经过了45亿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影响地球地貌的最大力量来自板块的移动，这种移动的能量来自地幔，这种能量可以天翻地覆，把旧的地壳重新回炉，而促成新的地壳不停地生长。因此，地球上的地貌都是比较年轻的。和地球一样，金星的地貌也是年轻的，它的内部热量和地球差不多，因此也会出现热量对地壳的更新，但是更新的方式却与地球截然不同。金星上更新地貌的力量主要是火山，金星上火山的数目至少是地球的几百倍。地球上只有几千座火山，而金星上至少有几十万座，它们的分布遍及整个星球。专家认为，金星火山的超级活跃，就是因为金星没有地壳的运动造成的。没有板块运动撕开地壳释放能量，于是金星只能以大量的火山口的形式把内部的能量释放出来。那么为什么金星没有板块运动呢？有人认为这还是碰撞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金星没有遭到地球那样的撞击，没有损失由于碰撞而被甩出去的地壳物质。不仅获得了快速的旋转，而且大量的地壳物质被甩出，形成了月球，而地球的地壳就变薄了。经过测定，月球的比重比地球轻1半，刚刚好和地球最轻的外壳物质比重一样，就是说，地球把一部分外壳变成了月球。不过，更多的专家认为，地球的地壳运动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水的存在。水一方面可以软化地壳的硬度，另一方面，由于水这种流动性的液体，在月球的作用下，能够形成跷跷板式的潮汐力，使得地壳不断地受到压力。这种压力导致板块之间不断发生挤压和张力，于是地球的地壳就在不停地运动。而金星的地壳明显比地球地壳厚重很多，地下的能量很难推动它。金星没有地壳的运动，于是就成为一个被火山主宰的世界。火成岩，火山喷出的物质覆盖了金星表面85%的范围，有大量的熔岩流到低洼地区，形成沟渠。金星上最大的沟渠居然长达7000公里，比地球上的长江还要长。很可能因为金星的温度高，熔岩凝固所需的时间长，所以岩浆就能流淌得很远。
金星向我们揭示着，一个类似地球的星球上，如果没有凉爽的水的河流，那么它或许就会有炽热的岩浆流成的河。地球的地貌是年轻的，因为陆地板块在地球的表面不断的移动，使得板块的边缘不停地再生和消亡。新的高山不断隆起，而古老的海洋逐渐消失。地球的地貌一直在大拆大卸的重组之中。而金星的地表也是年轻的，几乎和地球一样。金星的地貌也在不停地改变和更新着。不过，金星地貌的改变不是拆迁，而是油漆式的。它永远不会更换地板，只是在地板上不断地刷漆。火山岩浆以及烟尘几十亿年来不断地覆盖金星地表，因此，金星的地表也是年轻的。轰轰烈烈的火山喷发，远不及板块的移动对地貌的破坏力大。火山刷再多的漆，也不会破坏古老的大地构造。因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几十亿年前的地貌状况，或者说，和我们地球相似的早期的状况。我们知道，在太阳系的早期，碰撞十分频繁，所有的岩石星球上都大量的留下了碰撞的痕迹——陨石坑。地球上的陨石坑不多见，这是因为地球地壳的不断运动以及气候的风化，把陨石坑都破坏了，导致我们不知道过去的地球究竟被多少陨石撞击过。而金星的地貌几十亿年都没有大的改变，基本是可以代表地球早期的情况。现在看来，金星上的陨石坑不多，与其他的岩石星球充满陨石坑的情况相比，金星的表面简直太光滑了。如果说陨石坑是早年星球必须经历的青春痘的痛苦阶段的话，那么金星没有这个烦恼。金星上的陨石坑为什么会这么少呢？专家认为，关键在于金星的大气很浓密，陨石在进入金星大气时会被大气燃烧掉，只有大约1%的较大的陨石才能够落下来。地球早期一定和金星比较相似，也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星球。不过这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是保护了地球。归根到底是碰撞，是旋转和磁场改变了地球的命运，使得我们能够在太阳的身边由衷地赞美它，而完全忽略它的残闷的心情来仰望天上的月亮，那次碰撞的副产品——地球水资源和二氧化碳回收工程的参与者。人们对金星充满了批评，但是当我们对太阳系以外天体的探索，我们发现在太阳系外发现的行星中，能够达到金星这样与地球相似尺寸的星球很难见到，而金星因为一个并不大的失误都如此的拒绝生命，那么宇宙中找到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概率很小。当然，人类还是会不断的去寻找，毕竟我们知道，宇宙这个物质体系能够创造生命。我们身边的金星依然是一个宇宙中比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星球更多储存着生命希望的没有被打开开关的生命工厂。它曾经在几十亿年前把生命的运气给了地球，当然这种希望必须改变金星地狱般的状况之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现在我们知道金星和地球的命运区别，
只是源于那一次产生月球的撞击。那么，不妨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想。也许真的会有一天，我们能用自己的能量把金星改造成一个生命星球。那时，我们的太阳系将会成为众多星球联合的生命系统。如果这样，就是人类对金星深怀歉意的一种最好的报答，也是人类对宇宙资源最伟大的开拓。随着人类对太阳系的探测的深入，科学家发现，太阳系的天体远比人们原来想象的多得多，也丰富得多。特别是那些巨行星，它们都有很多的卫星，可以说，它们是太阳系的卫星资源库。这其中，卫星最多的是木星。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它拥有61颗。不过，真正去考察这4颗卫星，是隔了将近400年以后。在1979年，人类的航天器终于在飞行了8亿公里之后，到达了这个为人类的文明做出重要贡献的天体身边。木卫一的直径是3642公里，比月球略大。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拥有太阳系最为频繁和活跃的火山活动。1979年3月，美国宇航局发射的旅行者1号经过木星时，惊讶地发现，木卫一上有9座火山正在喷发。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地球以外的星球上看到火山喷发。4个月后，旅行者2号也航行到这个地方。更令人惊奇的是，几个月前正在喷发的火山已经停止了活动，而另一些火山则开始喷发，表明这颗天体上的火山活动非常的活跃。木卫一火山的喷发物可以设置极高处，离表面可达300公里以上。为什么一颗跟月亮差不多大的星球会有如此大的火山喷发的力量呢？专家分析，火山喷发的能量可能来自于木星与木卫一、木卫二和木卫三之间的潮汐力。虽然木卫一主要受到木星引力的影响，但是由于木卫二与木卫三以及木卫四的引力作用也对它发生干扰。这种类似拔河竞赛式的引力作用，常常使木卫一扭动弯曲，发生大致100米左右的形状改变，并且通过内部摩擦力产生巨大的热量。木卫一是一个真正的火焰山的星球，它的地表完全被火山的熔岩物质所覆盖。通过火山的活动，它的内部的物质几乎都被翻到外面。因此，我们看到的木卫一其实就是一颗正在自我开膛破肚的星球。从视觉上看，木卫一几乎就是一个巨大的印象派绘画作品。专家认为，人类可以直接通过木卫一的地表物质来了解这颗星球的深层的物质成分和结构。与木卫一的火热和自我解剖的表面不同，邻居木卫二是一个封闭的冰的世界。伽利略号最新发回的图像表明，木卫二的冰壳下面蕴藏有大量的液态水，它表面上的冰幔只有1到2公里厚。
木卫二的地表温度只有零下160度，这个温度水是不可能融化的。那么木卫二为什么会有液态水呢？一种解释是，因为木星巨大，对木卫二产生了一种潮汐力，也就是对木卫二内部的物质膨胀和收缩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产生一定的热能，从而导致冰融化成水。还有一种解释是认为，在木卫二的内部，就像木卫一一样，有很多火山，它们在里面喷发，也能产生融化冰变成水的热量，甚至这些水还会喷出冰壳。那些斑驳的表面纹理，很可能就是曾经喷出水的裂隙。再有一种解释，这就是木卫二的水特别的多。根据探测，木卫二冰层下的液态水可能有几十公里深，这个深度存在着可能性。因为有了水，就有了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因此人们一直对木卫二抱有高度的兴趣。甚至有人认为，木卫二表面的这些网状的凹槽与裂缝，或许也会和某种生命的活动有关系。很可能在木卫二的冰壳下面，已经存在着某种生命的能量或者形态，它们已经渗透或者控制了星球。当然，对于生命的存在仅仅只是猜测。不过，由于木卫二大量的水的存在，却让我们如同久旱逢甘霖，开始把水的概念扩大到地球以外这些太阳系的卫星上。也许，它们中有更多我们在行星上遍寻不到的诞生生命的另类环境条件。木星已经发现拥有61颗卫星，这些卫星构成了木星的庞大的天体家族。这显然是和木星作为太阳系第一大行星的地位符合的。这些卫星大部分都是木星绑架过来的。专家认为，由于来源不同，这些卫星可以提供很多天体的形态和物质成分的多种样本。这是太阳系最大的天体资源库。土星作为太阳系第2大行星，也有一个庞大的卫星群系统，而且1左右，属于不规则圆形。土卫9是土星唯一的逆行卫星，它绕土星的转动方向和其他土星的卫星转动方向相反，可能和它的逆向有关系，因此它遭受碰撞的创伤特别多。土卫9身上布满了陨石坑，几乎体无完肤。而它的这种创伤也波及了它的邻居。由于它频繁地遭受撞击，土卫9上掉落的物质就常常落在了它的最近的邻居土卫8的身上。这种掉落的概率尽管不高，但是他们之间相处了10几亿年，哪怕的1/1000的概率，也足以使得土卫8接受很多邻居的礼物，最终使得土卫8成为了卫星中最大的阴阳脸。土卫8的直径达到1460公里，差不多是月球的1/3。它的密度为1.1，非常轻，因此大部分肯定是由冰水组成的。或许很久很久以前，土卫8是一颗洁白明亮的卫星，但是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面雪白，而另一面炭黑。这都是因为它那肤色黝黑的邻居给它的脸上抹了黑。土卫6是土星最大的卫星，也是太阳系第2大卫星。
它也是太阳系最可能拥有生命的天体。土卫的固态或液态乙烷。在2008年8月1日，科学家对卡西尼太空船传回的照片进行研究，证实了土卫六上面有湖泊。除了阻碍人们从地球直接观察其地表外，由于土卫六的大气实在太厚，太阳的光线几乎无法穿透，该卫星的表面可以说是一片昏暗。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表面地貌，卡西尼太空船在飞进土卫六时，使用了雷达遥传感会技术。传回的第一张图片就展现地表是一个复杂、崎岖与平坦并存的区域。这种地貌，星系是被土卫六的虫子呼吸个有大气的岩石星球，那么土卫二则又是一颗另类的天体。土卫二是土星冰环上一颗闪亮的小卫星，直径不到500公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只把它看作一颗十分普通的冰卫星。1981年，旅行者2号曾给这个核的质量占到整个星球质量的2/3。如果它是一个金属核，那么它的磁场很可能就是这个核制造的。磁场是和水一样让人类关注的和生命的诞生相关的条件。一般来说，天体拥有水的情况似乎还可以看到，而一个小天体能够拥有磁场，这是很罕见的。的确，这个磁场给人类带来很大的惊异，它似乎意味着一个不大的天体也能拥有内部很大的能量系统。1172年，德国天文学家波德在他的著作《星空研究指南》中，发表了由德国物理学家提丢斯提出的一条关于太阳系行星距离的定则，其内容是：取0、3、6、12、24、48这样一组数，每个数字加上4，再除以10，就是各个行星到太阳距离的近似值。这定则后来被称为提丢斯波德定则。这是根据计算距离太阳较近的4个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得到的惊人发现。它们的距离居然十分的符合这个定律。也就是说，如果把地球作为一个天文单位，那么水星就是0.4个天文单位，金星则是0.7个天文单位，而火星则是1.6个天文单位。我们的太阳系难道真的是一个受数学模型支配的天体系统吗？照此推算，第5大行星与太阳的距离应该是24加上4的和除以10等于2.8个天文单位。可在当时，这个位置没有发现任何天体，定则在2.8处遭到了中断。当时认知最远的行星是木星和土星，用定则来推算，木星到太阳的距离应该为5.2个天文单位，而土星则应该是10个天文单位。而事实如何呢？木星和土星到太阳的距离分别是5.203和9.554，这是多么惊人的吻合！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在2.8个天文单位的位置上，应该是存在着一颗大行星的，只是人们寻找的方法还不对。1781年，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宣布，
他在无意中发现了太阳系的第7大行星天王星。令人惊讶的是，天王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是19.2个天文单位。用定则推算，192加上4的和除以10等于19.6，符合的真是好极了。就这样，所有人都对定则完全的相信了。大家一致认为，在2.8个天文单位的位置，的确还存在着一颗大行星，正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但是10多年时间过去了，大行星还是没有露面。1801年新年的晚上，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奇还在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星空。突然，他从望远镜里发现了一颗非常小的星星，正好在提丢斯波德定则中2.8的位置上。可是，当皮亚奇再想进一步观察这颗小星星时，他却病倒了。等到他恢复健康，再想寻找这颗小星星时，他却不知去向了。皮亚正确的，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颗彗星，不然的话，为什么它只露了一面就不见了呢？几个月过去了，人们的争论也没见分晓。可是这场争论却引起了德国数学家高斯的注意。高斯想，既然天文学家通过观察找不到谷神星，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找到它呢？1801年12月31日的夜晚，德国天文爱好者奥伯斯在高斯预言的时间里，用望远镜对准了这片天空。果然不出所料，谷神星出现了。但是经过进一步的观测，人们发现这个第5大行星的个头实在是太小了，直径大约只有1020公里，相当于地球的卫星月球的2/7。它的质量也仅仅只有月球的1/50，这可把大家弄糊涂了。这么大的空间，怎么会是一颗个头这么小的行星呢？然而，第2年，也就是1802年3月，奥伯斯又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发现了一颗行星智神星。除了略小之外，智神星在好些方面与谷神星相差不多，距离则基本一致。接着，人们又发现了第3颗婚神星和第4颗灶神星。人们开始改变了最初的看法，很多人倾向于认为，这里可能没有一颗大行星，但是却有很多颗小行星。果然，人们不断地发现类似的小行星，到最后，前前后后发现并已登记在案的小行星总数竟已达4000多颗，而据估计，这个区域的小行星总数最后会达到50万颗。它们都集中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一个特定区域里，这就是后来人们知道的小行星带。它的中心位置正好符合提丢斯波德定则给出的数据。人们一方面惊叹力学和物理学在我们的太阳系居然演绎得如此完美，一方面又惊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颗大行星变成了50万颗小行星呢？人们首先可以猜想，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一个大碰撞。专家认为，在太阳系形成初期，碰撞是频繁并且强烈的。根据计算，地球就曾经遭到过一个名叫赛亚星球的碰撞。火星也很可能是遭到这样的撞击，而且它们俩的自转轴也是因为碰撞而变得倾斜。而天王星则干脆是完全的被撞翻，几乎是躺在轨道上。可以说，太阳系里以往的交通事故依然历历在目，但是这些事故经过星球的修修补补都挺过来了。那么，在小行星带曾经发生的事故，难道是最惨烈的一次，
造成星球天体之间的相互吸引力开始成为主导。一般情况下，重新凝聚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计算，当时的地球被一颗天体碰撞之后，飞溅起了很多物质。这些物质在地球的身边旋转，由于震荡作用，它们逐渐地离开地球，逃离了地球的洛希极限潮汐力的破坏区，然后逐渐地成长为一颗新的星球，也就是月球。那么，这样数量庞大的小行星，相互的距离也很近，为什么没有再次凝聚成一颗行星呢？专家认为，很可能小行星带就是一个死亡轨道，这里的星球的复活被拒绝了，而拒绝它复活的黑手就在于它们的邻居木星。木星是太阳系的8大行星中最大的一颗，它的质量是地球的318倍。在那个空旷的区域，它的巨大的引力作用干扰了小行星带内的血脉和经络，使得它们无法重生为新的大天体。专家发现，现在已经可以找到木星的引力干扰小行星带的证据，因为根据观察，在小行星带里已经发现了若干条缝隙。经过专家们的计算，这些缝隙都是木星的引力扰动所造成。这些缝隙把小行星带形成了不同的区域。这些缝隙就是小行星带内著名的哥克伍德缝隙。这些缝隙都有不同的共振的位置。这个曲线表显示的就是小行星带与木星的平均运动共振规律。它们分别为3:1、5:2、7:3和2:1。由于受力不同，每个缝隙中的小行星的转速是不一样的。这些小行星们不同的转速会形成不同的和木星之间的引力共振。正是这种不同位置的错位共振，导致小行星带的小行星们总是各行其事，不能向心凝聚成一个更大的天体。在木星的影响下，不仅小行星们不能形成一个更大的天体，而且小行星带高密度的天体分布以及共振的干扰，使得彼此间的碰撞频繁。在小行星带中，半径为10公里的天体，平均每1000万年。小行星带中，小行星的成分包含3种主要类型，分别是 C 型、M 型和 S 型小行星。靠近内侧的部分，以 S 型小行星较为常见。光谱显示其表面含有金属，属于金属类小行星。第二类 M 型小行星，它们的光谱中含有部分铁镍的谱线，属于半金属类。在小行星带的外缘是第3类小行星，属于富含碳质的 C 型小行星，这是质量最轻的小行星。小行星这种很规律的分布，似乎是一种重力筛选法，也就是越靠近太阳的位置，金属成分越多，而相对外围的小行星则含比较轻的岩石物质较多。很可能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这些不同成分的小行星在轨道上以不断的变轨进行过分类，因此小行星带虽然看起来很庞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物质带，这对于人类识别它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帮助。小行星是太阳系早期产生的物质，就像是太阳系的化石，既记载了太阳系的历史，也记载了它们存在的困惑。科学家们对它的成分非常感兴趣。1991年，伽利略号宇宙飞船在去往木星的路上，掠过951号小行星加斯帕。
在这次大约离这颗小行星1800公里距离上的观测，人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小行星的表面。1993年8月28日，伽利略号考察了第二颗小行星243号艾达，在2400公里处拍摄了它的照片，并进行了多项观测。艾达呈长约56公里的土豆状，在距离约100公里处有一直径约1.5公里的岩石块，这是已知的。为了贯彻更省钱的原则，尼尔号的飞行线路被设计得很复杂，这样它不必使用昂贵的运载火箭。人们认为小行星的目标小，因此探测的费用也应该节约。1996年2月17日，尼尔号被发射升空，它采用绕道迂回的线路接近目标，在地球和火星轨道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其中2次靠近爱神星。在2000年2月最终汇合爱神星时，它已经在路上行色匆匆地奔跑了4年，而如果直接飞往爱神星，它只需要1年时间便够了。尼尔号探测器到达爱神星以后，很有耐心地围绕这颗小行星运行了大约1年，对这颗形状像土豆的巨石般的小行星进行了精确的观测。尼尔号发回的数据表明，爱神上面有一个碎石以及土壤的表面，那些碎石和土壤是46亿年前无数派要把这个探测器。在探测小行星方面，日本也实施了一个计划，他们发射了一个叫做隼鸟号的探测器，计划去探测一颗叫做思川的小行星。思川小行星也是一颗离地球比较近的近地小行星，它的公转轨道也是一个很大的椭圆，近日点约为0.953个天文单位，能够切入到地球的轨道内侧，而约为1.695个天文单位的远日点则超越了火星轨道，其切割成对地球无害的小碎块。